凤仪这次归来，不愿再和仙界的人有瓜葛。他不明白，为何人的使命偏要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，所以也厌恶了大泽山的所有。对上一世的阿英和古镜的结局，凤仪为何感到不值？就算是面临红绸神使的管，凤仪因为知道之前他对阿英的做法，心里也是充满了怒火。当时的阿英只是一只水灵兽，身份无足轻重，不过是想和古镜在一起而已，但最后也被古镜伤透了心。所以这次他直接怒对红绸。凤仪也并非是是非不分之人，为了阿英，他无愧于坐上这神凤的位置。你的那份仙缘在梧桐岛消散后，便直接去了人间历劫，没去别的地方吗？凤仪没想到师父凤渊竟然这么敏锐，一下子便想通了关键所在。只不过凤仪不想让大家知道，他便是1000年前被缘起看得灰飞烟灭的阿英，于是搪塞了过去。为了隐藏阿英的身份，凤仪开始遍览3界全书，以便解释自己为啥对仙妖魔的纠葛如此了解。他还在脸上下了禁制，让自己的脸在众人眼中变得跟阿英不一样。可是凤仪没料到，对于那些喜爱他、思念他的人来说，总能通过细枝末节的线索认出他。缘起一见到凤仪，便觉得他的身影有些熟悉，只不过见凤仪对自己的态度很不好，他也不会主动往跟前凑。机缘巧合下，缘起在凤渊的要求下，给凤仪当1个月的洒扫小厮，这才有机会发现凤仪的更多细节。比如凤仪很爱吃缘起做的人间小吃，绿豆糕、糖葫芦、炸麻花等。凤仪非常清楚大泽山覆灭和仙妖2界纠葛的始末，如同亲眼所见。更重要的是，凤仪生气时也喜欢用手不耐烦地拽袖子，跟阿英一模一样。然而凤仪的长相确实跟阿英不同，缘起心生一计，悄悄派水灵兽妹妹阿宇跟着凤仪去了梧桐岛，让她来看看凤仪是不是阿英。但缘起没想到，第一个认出凤仪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那天凤仪想要调查神秘人设陷阱抓水灵兽的事，便去了天宫的私兵殿。有意思的是，凤仪似乎很熟悉天宫的路线，一点弯路也没走，直奔私兵殿，找到了藏在角落的浮尘。凤仪想用浮尘的仙力放大功能，探出神秘人的仙力异常，可浮尘非要跟他打一架，打赢了才帮他。听到这话，凤仪轻松一笑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浮尘的招式了。凤仪3两下便制住了浮尘，让他心甘情愿认了主，从此跟在他身边。可是有天晚上，凤仪躺在树上喝梨花酿，一时神志迷糊，脸上的禁制松动，竟露出了他的真实长相。一旁的浮尘惊讶地发现凤仪便是阿英，见自己被认出，凤仪爽快地承认了身份，跟浮尘热情相认，还想通了一件事。阿英就是自己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，既然要找出大泽山和仙妖2界纠葛的真相，不妨承认自己的身份。至于跟缘起的纠葛，只要自己不搭理他，他也翻不出大天来。一念至此，凤仪起身前往幽冥界，打算跟修言和3生石聚一聚，感谢他的1000年守护之恩。没想到一直派人留意凤仪动向的缘起也跟去了幽冥界，凤仪自然又对缘起说了一通冷言冷语。但在他低头的一瞬间，缘起耳边便什么也听不见了，他的眼里只能看到凤仪脖颈后的银色印记，正是他给阿英打下的魂印。缘起激动极了，情绪剧烈震荡，导致他仅剩的一点点元神不稳，甚至咳出血来。元神剑赶紧幻化出人形，要扶缘起回秦池宫休养。可缘起什么都顾不上，只想好好看看凤仪。见状，凤仪大方承认了自己就是阿英，但随即泼了冷水，表示跟缘起划清界限，再无瓜葛。但缘起毫不在意，只要阿英还在就好，至于其他的，他会用千百倍的努力挽回阿英的心。然后就开始火热的追击火葬场了，想想就带劲儿。凤仪重生的记忆只有凤渊一人得知，这次凤渊为了劝告凤仪，想让他理解古镜和阿英的故事已经结束，那是他们2人之间该有的宿命。但既然天定他们又再次相见，说不定是另一个机缘。凤仪也知道往事不可追，但是他不想与古镜再有瓜葛。凤仪已经被前世的古镜伤透了心，于是为了摆脱缘起的纠缠，这才准备到人界去散散心。但是不巧的是，凤仪正好来到了与古镜第一次来人界的地方，而后缘起为了追凤仪也来到了人界。缘起看到了拿着竹蜻蜓的凤仪，那是他们的定情信物，瞬间就明白原来凤仪都记得。缘起潸然泪下，他想去又不敢去，害怕凤仪恢复记忆不会原谅他，但是只要凤仪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点滴，缘起也满足了。